在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，印加人说，人类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是 Pumapunku 的神秘遗址，它以宏伟的巨石块为特色。今天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 Pumapunku 是古代寺庙建筑群的一部分，但他们对形状一致和到处都发现了巨大的石块。他们还对一个更大的谜感到困惑，这些石块究竟会形成什么样子的结构？难道 Pumapunku 的废墟提供了在古代使用先进的外星技术的证据，或者古代宇航员理论家？地球上有许多的地方都非常有趣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与您一起开个脑洞，调查 Pumapunku 令人难以置信的奥秘。普马蓬谷是位于南美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一个远古古迹，意思是 Puma 的门。这个地方海拔3000多米，在安第斯山脉上，这里有一种可以存活超过3000年、长得像苔藓一样的植物 Yarta。普马蓬谷古遗迹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石头遗迹之一，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迹距今2000年左右，但他们并不是用仪器测出来，而是自己猜测的。原因是用放射性定年法测当地的石头都是几千万年前的，但这块区域原先是由印加帝国管理，印加帝国大概是在2000年前左右，他们只能猜测遗迹建于2000年前，但是这个说法当地人表示完全不同意，因为在当地传说中，遗迹是在17000年前，也就是公元前15000年左右建立的。传说中，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建立的建筑还有埃及的金字塔和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，好像关于巨石的文明都出现在这个年份附近。埃及金字塔被推算建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，是因为那个时候猎户座的3颗星与最大的3个金字塔正对。普马蓬谷古遗迹中有着很多方方正正的大石头，这些石头的面十分平整，上面有非常直的线，现代人一眼看上去就会认为是水泥造的，但事实上这些石头是由硬度仅次于钻石的安山岩制作。安山岩是快速凝结的火山岩，慢速凝结的火山岩就是花岗岩，这两种岩石都非常坚硬。安山岩末世硬度是6到8度，而普马蓬谷的安山岩可以达到最硬的8度。以人类目前认知物质来说，加工这些安山岩就只能用硬度10度的钻石。普马蓬谷里的石头还有很多是 H 型的，这些石头异常的重，有好几块都达到100吨以上。埃及金字塔的石头虽然很多，但最大那块也就60吨，而且普马蓬谷的每一块石头都没有拼接，完全是由一块岩石切割或雕琢而成。那么这些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？经过调查，这些安山岩都是来自100多公里外的地方，这点跟埃及金字塔很像。埃及金字塔的石头同样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。现在最靠谱的运送方法是，当时人们通过挖运河，利用水力运送。但比金字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普马蓬谷处于海拔3700多米，附近没有河流，如果硬要运过来的话，在那个时代只能用滚木运送的方法，但实际上这个方法也说不通。普马蓬谷附近十分荒凉，方圆几百公里内一棵树都没有，哪里来的木头？再加上这些石头都有100吨左右，就算现代的大型运送车最多也只能运20吨，运着100吨的东西走100多公里几乎没可能。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运送过来的？这是第一个谜。第二个谜是普马蓬谷的石头非常方正，经过测量发现石头边角的角度都呈标准的90度，表面也十分光滑。这些石头这么硬，想加工出如此精细的角度是非常难的，给人一种像水泥一样灌注出来的感觉。现代加工安山岩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用激光，另一种是用钻石刀在一个圆形刀盘上镶满钻石。就算用钻石刀具切割，也需要非常大的力量，现代切割的都是小石块。普马蓬谷最大的那块石头，一个面有接近50平米面积，到底要多大的机器才能这样横切过去呢？更神奇的是，这些石头上有些洞，这些洞非常的圆，内部也很光滑。以现代技术来说，打出洞来也有很大难度，更不要说打磨出光滑的表面，打大孔已经是很难。更难的是，石头上存在一些很小的圆孔，同样很圆很光滑，现代技术根本无法完成这种加工。根据推算，印加文明那个时候正在使用石器作为工具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又细又硬的钻头。在许多石头上有着各种形状的凹槽，
同样，在这么硬的石头上挖出这样的凹槽十分困难的，而且以现在散落的样子上来看，这些石头本来应该是一个整体，石头上的凹槽和孔好像就是用来拼接的，类似现在我们玩的乐高玩具。许多科学家在这个地方研究了很久，都没有找到这些石头的用途，但是当地人说他们知道。当地人传说里说道，在17000年前，天上来了一伙巨人，这些建筑就是他们建造的，而且当地人强调，这些巨人建造的时候并不是靠搬的，他们有超能力，可以让石头自己飞起来拼接在一起，一夜之间就拼接出一栋建筑，这栋建筑是用来造人的。后来考古学家为了断定这些石头是怎么切割的，拿了一块那里的石头到实验室里，分别用钻石刀和激光都切了一下，结果让科学家们都惊呆了。图中左边的面是原来的切割面，右边上面的是钻石刀切割的，下面的是用激光切割。对比后发现3个切割面都完全不一样，激光切割的一面因为是用高温融化的方法切割，所以切割面是最不平整的。用钻石切割那一面相对激光要平整一些，但因为是用钻石来磨，所以会出现一道道的划痕，而原来的切割面则非常平整光滑，到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出石头的切割方法。后来，科学家在普马蓬古遗迹附近8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叫蒂亚瓦纳科的遗迹，这是一个确实有人住过的城。蒂亚瓦纳科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印加文明的前一个文明，这个文明目前知道的信息很少。根据城的面积来计算的话，城里大概住了4万人左右，但城里的人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。人都跑去哪里了不知道，后来印加帝国建立后就把这块地占了。蒂亚瓦纳科与普马蓬古这么近，科学家都想从蒂亚瓦纳科里找到普马蓬古未解之谜的答案，他们把蒂亚瓦纳科都挖开了，发现这里的石头切割方法就完全不一样。首先，这座城里的石头就比较小，而且切割粗糙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人手加工的。这个城的旁边有一个神坛，这个神坛的4面墙被挖开后发现，墙上镶满了很多石头做的头，这些头的脸每一张都不一样。按照印加帝国流传下来的说法，这个墙名叫神的墙，也就是说墙上的脸都是神的脸。但是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并不是神的脸，而是世界各地人种的脸，但其中有一张脸特别不像普通人的脸，更像是外星人的脸。在神坛的中间有一个人形的石柱，这个石柱其实是一个神像，这个神明显可以看出有着一把大胡子，这就很不可思议了，因为整个南美住着的印第安人都是没有胡子的，不长胡子是印第安人的特点。这个神的胡子就像个俄罗斯人，按照当地的传说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创世神。但无论哪个地方的文明，他们信奉的神的形象都是跟那个地方的人种相似的，比如耶稣长得像欧洲人，如来佛祖跟印度人长得一样，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就是中国人的形象，印第安人的神怎么会长着一副俄罗斯人的脸呢？这群长得像俄罗斯人的神就是建立普马蓬古的人，后来他们走了以后，被召集来的人或被他们创造的人就在旁边建了蒂亚瓦纳科城，这些人把普马蓬古当作神迹来祭拜，希望他们的神有一天再回来，但过了很久神都没有回来，又有因为那里非常不适合生存，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了。后来这个地方又出土了一个文物，一下子震惊了整个考古界，就在普马蓬古不远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盆，现在被存放在玻利维亚黄金博物馆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这个大盘内部的边上刻了一些文字，这些文字跟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非常像，这种文字是随着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一起诞生的，压根不应该出现在南美，再加上他们的神是个大胡子，考古学家马上就联想到，这些神也许就是阿努纳奇。阿努纳奇同样是身材高大，有着一把大胡子，所以说阿努纳奇是苏美尔人瞎编出来的话，为什么在南美也出现了？不止在南美，就算在北美也出现了类似的形象。在北美的霍皮族人的语言里，把蚂蚁叫 Anu， 把朋友叫 Naki， 他们有一个传说中的神就叫蚂蚁的朋友 Anunnaki， 阿努纳奇。他们的传说里，阿努纳奇是在地下的。
南美秘鲁还有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遗迹，12角石。这个石头在墙里，总共12个角，每个面都加工得极为精细，跟旁边的石头完全贴合，缝隙连头发都插不进去。加工方法至今不明，秘鲁人说不是他们的祖先建的，是之前印加帝国留下来的。秘鲁这个地方地震特别多，唯独这面墙屹立不倒，完全不受影响，就因为石头之间严丝合缝。建筑学家使用 CGI 技术构建了 Pumapunku 的 3D 模型，展示他们研究后可能是什么样子。在这里，而且向我们展示它最终的样子。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将这些石块组合在一起。我们被建筑学家向我们展示的 Pumapunku 超过1万年的3维模型所震撼。它不像我们见过的任何其他模型，它甚至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区域，我们可以想象被用作某种发射台。Pumapunku 像是某种巨大的古代宇航员使用的太空港或外星工程师团队的总部，和科学家被派去探索地球。这看起来很酷，真的很棒。看到这些，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惑。如此庞大而宏伟的结构，怎么会被完全摧毁？你认为爆炸可能是一个原因吗？对于 Pumapunku 的破坏，这些石头的大小、它们的重量、质量，这些残骸，那么这给我们留下了洪水摧毁这一切的想法。这些情形表明巨大的石块以某种方式被抬起，然后掉下来。Pumapunku 是在大洪水之前的某个时间建造的。大洪水来临，这片土壤几乎变成液体，被水浸透，它失去稳定性，因此它没有能力为上面的结构提供支撑，并且随着水本身的运动导致这些物体的运动。Pumapunku 被洪水摧毁的想法是完全有道理的，因为在16公里之外发现埋在地下的尸体，挖出了贝壳和鱼类的化石。大海啸或洪水的强度足以将原来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。这些古老的传说，每个神话都有一个真理的核心，这就是我们心中几乎没有怀疑 Pumapunku 是用某种外星技术建造的。它的破坏可能是由一场大洪水引起的，也许是旧约中描述的同一场洪水。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旅程。虽然我们更加确信人类有外星祖先，但我们需要开更多的脑洞才能解开这些未知的谜团，需要找到更多证据。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，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。但先别急着去找 Pumapunku 的神秘遗址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，等你观赏呢。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，就可以尽情享受。持续锁定我们，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。